很多人都觉得工程师很宅很难聊，可是我觉得他们都散发着爱心跟友善。屁啦！他们看起来很无邪啊，人很好啦。所以说工程师追你会比较容易？也没有。这样讲的看话。我觉得跟很多人合作是很有趣的事情啦，可能就跟要多交男朋友一样。所以这是一种多批的概念，就是鼓励大家跟多人。是，开玩笑啦，开玩笑啦。好，那今天很开心呢，我们邀请了一个 UI UX 的设计师 Sandra， 那麻烦 Sandra 帮我们跟观众打个招呼。我要自己鼓掌吗？好快啊！嗨，我是 Sandra。Sandra，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光 UI UX 这个名词就已经不太了解，所以可以帮我们简短介绍一下说，就是 UI UX 设计师大概在做些什么事呢？其实就很简单，他其实就是老板要什么你就满足他，但因为我们最常合作的是 PM 嘛，所以我们最主要工作其实是让 PM 他的需求能够被具象化呈现。过去其实没有 UX/UI 的时候，大部分工作环境就是只有 PM 跟工程师嘛，所以 PM 可能就找工程师说，我现在要做什么功能，然后工程师就直接照着他的想象把它做出来。那其实这也没有问题，就只是把功能直接做了，但是他就少了美感，少了体验。那同时他也没有想到后续如果要优化可以怎么做，所以 UX/UI 只是帮他们把产品做得更细致一点。那为什么一定要 UX？ 其实最核心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产品要做给谁去使用，所以我们要先了解我们那个使用者是谁嘛。我们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，对，这是 UX 最需要做的用户研究。对，那最后再提供一个符合老板需求，然后去提供一个更好的解法给 PM。那一般的产品也会找行销人员，行销人员会定这个产品的 TA 是谁。那其实就跟你刚刚讲的这个 UX 的工作有点类似呢。我其实蛮想要知道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。其实我第一份工作也是有这样的情况，就是很多用户者角色是用行销定出来的，但他们其实透过数据或者是他们产品卖给谁就觉得用户是谁，但其实当 US 的角色出现，他去实际做了访谈，会发现其实不像表面来看这么简单。所以我觉得 US 是更实际的去做访谈，去做脉络的调查，把整个用户的角色更具象化的形容出来。对，但其实他们两个很常一起合作，不完全说 US 可以完全取代行销，或行销取代 US， 他们算是一个可以共同存在的角色。你刚刚说有用户访查，可以帮我介绍什么是用户访查呢？就是他实际到用户实际的环境里去看用户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，需要用什么产品，然后这个产品可以怎么帮他解决问题。所以不是只是用户找来我就直接问你需要什么，而是我去他真正的环境里面去观察他，因为用户讲的话跟做的有时候是不一样，就跟男生一样。当然啊，就像是别人问我说我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，胸部大、年轻、貌美、有钱。对啊，就是用户一定什么都要嘛，全都要啊，小朋友才选择啊。所以你只能在旁边观察他，你才会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。所以你会去观察？我们会去实际访查。是头盔吗？也不是，就像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可能有做过有关教育的，那我们就会去教育现场观察老师怎么上课，然后看他实际上课需要用什么素材，而不是叫老师来我们公司，然后我问他你需要什么。OK， 这是这样的差别。所以这样的东西就会跟行销人员在定义产品的走向会不一样。对，因为行销真的太看数据了。对，有时候数据其实可以透过解读把它做曲解。所以你在 diss 他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他们有他们重要的地方，但是 US 主要就是我觉得是更实际的去观察一个用户的行为。那你怎么抓出来说他对这个流程是，或者这一件事情是喜欢不喜欢？是看他表情吗？对啊，表情一定要啊，之类的，皱眉就要先注记一下他刚刚皱眉头，或是他叹气或什么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用户如果一叹气，我们就要说这边叹气，或是有些人会习惯操作什么东西就是骂个脏话。那就习惯叹气的话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要事后去了解，或是当下观察他叹气的同时他做了什么。那你觉得什么叫做好的体验，什么叫不好的体验？可以帮我举个例子吗？以 Google 来讲 ，OK，
Google 其实他知道用户的需求是他要搜寻东西要找到答案，那你一进到他的服务不就看到很明确的搜寻入口，那我只要打完字就找到结果了吗？他就知道用户的需求是什么，也明确满足了他，那中间也没有遇到任何困难，同时 Google 已经变成他搜寻的一个动词了，对，这就是很好的使用者体验啊。 OK， 有没有哪一个你觉得是设计很好的操作系统，除了 Google 以外的？ Airbnb 吧，就是我觉得他们在搜寻饭店的时候非常的，你会觉得哇哦，会有惊讶的感觉，比一般的那种 Booking 那么还要好，就是他们在选择问题上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，可以理解是比较直观吗？就是觉得比较对直观，然后会觉得非常新颖，不会觉得这操作很旧，很旧，就是有些画面设计的感觉就很旧，有太多资讯之类的。对，然后按钮小小的，然后字体很你是说丑之类很明确的的，知道你要做什么事？对，所以这个是好的用户体验的部分。那不好的体验呢？我觉得好像不太方便在这里讲。你可以举没有，我们可以后置帮你逼掉啊。我觉得你现在大家做的都蛮好的。没有，你可以先生讲，但我们后置帮你逼掉，说是哪个网站，你可以举个例子。对，其实蛮多的啦，硬要说的话，当然可以，一定就是有时候你们操作一些 App， 我以 App 来举例，就是我可能就是要找一个商品我要买，好，例如说的那个 App， 我有时候就是想要用那个 App 去买咖啡，因为比较便宜嘛，但是我一进到画面，资讯超多，也找不到搜寻入口，对，我觉得体验就很差。他已经用资讯掩盖了所有我该知道的东西了，所以他放再多图片都没有任何帮助，我只会觉得很厌恶，就想关掉。但是为了买咖啡，我还是要必须努力的找。你是说东西太复杂了，资讯太多，找不到用户他来这边原本的目的了？因为产品本身是要让用户干嘛？就是要找到他的需求，然后帮他完成任务嘛。你是说，但是他打开全是广告，就没有任何帮助啦。所以我可以理解是说，对一个 UX 的角色来说，就是帮助真正在用这个 App 的人，对，你要满足找到他要的功能，我不用教他，他就会找到。对，就是要有基本的需求，它可以被满足。对，剩下才是可以放广告这样子。OK， 那刚刚有提到这个是 UX 的工作嘛？那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个名词叫做 UI 嘛？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什么是 UI？其实大家会以为 UI 就是美观，但硬要这样说也可以。我认为的 UI 其实要营造整个产品的品牌，就是你要一看到这个产品，你要有明确的它是什么感觉，给人什么感觉，你要能够抓得住。其实也跟 UX 脱不了关系，它不能完全背弃体验，所以它也要顾上体验、用户体验，同时要在画面的设计上找到平衡。所以就好比说 PM 给你一堆功能，你不能全塞在第一页嘛，你可能要先理清需求之外，你要把流程合理的排出来，把最重要的先放在第一层，然后再慢慢的分解下去。所以我觉得 UI 也要非常顾到资讯架构的部分。蛮好奇，就是说 Art 到底跟 UI 什么不一样？对，因为其实听起来是一样，因为 Art 也是会设计嘛。对，因为有些艺术的话，它就是着重视觉的表现，它可以做得很浮夸、很吸睛。但同时它可能忘记顾到这个画面还有很重要的功能，它被盖住了或什么的。我可以理解成是说 Art 在设计的画面只着重美感。它没有着重在操作性或者是功能的流畅度，但也必须说很多 UI 也有做到艺术该有的成分。但是因为我刚好提到 UI 有时候要在功能和设计取得平衡，所以有时候那个画面很漂亮，它可能颜色用得很淡，但体验上都不好，因为它可能看不清楚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取得平衡，我们不能为了漂亮而把颜色用很淡。类似这样子。要让用户看得清楚，所以他可能颜色要深一点。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工作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可能出生就觉得想做这份工作了。出生？因为以前学生时期是念工业工程，但当时其实什么工业工程与管理，我发音是不是太标准？对，超领带的声音，周杰伦学的，跟周杰伦学的。当时都是偏数学啊、物理这种，然后就对数学很有兴趣，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就进到工业工程。然后因为工程里面其实有一些要写code，然后我就自己觉得我不想要写code，但是我又对于产品开发很有兴趣，然后我又喜欢自己画画图，就觉得我好像蛮想做
这一种东西的设计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US UI 的这个词汇，是先有人因工程，所以我才会慢慢从人因工程再朝向 US UI。你为什么不喜欢写扣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天生觉得我不适合写扣，就跟我就是不喜欢吃牛，没有原因，就是不想。是因为他们身上有散发味道，臭臭的。可能那个臭宅味不是那个扣就让人想睡觉吧，很有压力感。跟写扣人在一起会有压力感？也没有，有些写扣人其实蛮有趣的。哦，真的是这样。很多人都觉得那些工程师很宅很难聊，可是我觉得他们都散发着爱心跟友善。屁啦！我差点放鬼。我是说真的，他们看起来很无邪啊，他们就感觉人很好啦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是说工程师都好人？我觉得比业务好很多。业务就是你这样讲没有比较好，你现在状况就是跟工程师说你就是好人。没有，工程师真的好，工程师跟业务硬比，我觉得工程师比较单纯。所以说工程师追你会比较容易？也没有。这样讲真看话。我不是说针对人格特质的部分。那么多年的经验，6年嘛，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你觉得最有趣的经验，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？最有趣的哦，没有什么有趣，你就是要非常认真的过每一天。非常认真过每一天，这样听起来就不有趣啊。我的意思是 US UI 可以跟很多人合作，所以你的故事会很多，那你就每天都过得很有趣，然后都是很特别的经验。所以这是一种多批的概念，就是鼓励大家跟多人。是，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你。我的意思就是，我觉得跟很多人合作是很有趣的事情啦，可能就跟要多交男朋友一样。开玩笑啦，开玩笑啦，不要剪进去嘞。这一定会剪进去的，这100%一定会剪进去的。太孬。那常会有人说把 UI 跟 UX 混在一起或拆开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你觉得角色拆开跟角色合在一起会有不一样吗？或者是有什么？可以拆开，但他们要合作无间啊，就是有问题要去问啊，你不能各做各的啊。不能说 US 给的建议 UI 还是做他的，他要能够互相讨论。如果他不认同 US 给的建议，那他要说为什么你会给这个建议，你要去提问，而不是我不认同，我不要 follow 你的建议，我就做我的。那这样如果说用职位来解决，不是就更快吗？就比如 UX 比较高阶一点，它可以命令 UI 做事情就可以解决了。或许有些公司的确 US 它是一个顾问角色，那你就都要听他的。但我觉得不管什么职称都应该是平等的。但这样就会发生你刚刚讲的问题啊，就是你在跟 UI 说的时候 UI 很坚持，就说他是对的。那是因为他资历比较深，可能以前比较少跟 US 有这样的合作经验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但我不觉得现在的 UI 会这样子，可能现在 UI 的 sense 都比较好一点。你这样讲就是说他就是倚老卖老而已啊。没有啦，倚老卖老应该不好处理吧？假设遇到这样的人，因为你要尊重他，所以我当初就是属于好，他要这样改，可能他的想法，我当时是妥协，因为我是个小菜鸟啊。那你现在呢？现在我会去跟他争说，没有，我觉得你这样不对，你应该要怎样怎样。这么直接？这比较白话，我会说，不好意思，比较客气一点。先说不好意思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就跟他说你是他妈的白痴吗？没有，我会说，我这边有个想法，你想听听看吗？我会这样跟他讲。好，你说。对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觉得这样，来龙去脉是这样。然后你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好？我觉得我的比较好。那我想要听听看他的想法，为什么你觉得那个比较好？他就讲一套他的言论。那我觉得一定会找到问题，一定有个哪里出错，才会得出他现在的结论。然后是我不认同的。UI/UX 会需要写程式吗？不用啊，为什么要？那工程师要干嘛？我的确有听过有些人 US/UI 会写程式，或是 PM 会写程式，但我觉得会写也没有什么帮助啊，就是还是沟通。他说会写，可是他沟通起来就没人想理他，那也没有意义啊。其实坦白说，比较像倚老卖老。是啦，因为毕竟各司其职嘛。对啊，写程式人一定会比你再更专业啊。那你认为你懂一点，那你就拿那个懂一点的东西跟他说，我就是比你懂，你再给我好小，别人应该不爽啊。但我觉得工程师不会没事说我不这不行这样做，他一定会讲理由。你没有遇过理由北？理由北是什么？就是
我觉得好难哦。工程师一定会这样说啊。那你还说？那你就会说不会啦，你一定可以的啦，你都写出什么什么了。那他就会觉得好，他就是想要被人家称赞一下，你就称赞一下就对了。所以你都用这个方法，差不多。你就是多撸一下，工程师就跟你说他们就很单纯，人又很好，所以你就多讲一下，他们就会被你说服了。我觉得你根本就是控制狂啊！你根本就只是因为你跟工程师这样讲，工程师就按照你逻辑走。没有，有些还是不受控啊。那怎么办？尊重他的专业，他真的觉得不行，那就不行。我们还是会问一下，但的确有一些工程师会跟我说：“其实你只要坚持一点。”设计师说：“你就是要给我做出什么，我们其实就会去做了。”可能刚好遇到的人都很好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还是跟外表有关系。我必须要说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啦，漂亮的女生去跟一个人讲话，再怎么样，其实都有先天上有事。好，谢谢。对，因为我深有同感，因为我很帅，所以没问题。好。就像你刚刚说，就是有那个很难处理，但你后来就因为你后来是选择放宽心。可能只有遇到说老板想法一直变，就例如说他原本说要我做什么好，我做1版给他，但后来他又说他想要怎样怎样，我又改第2版、第3版、第4版、第5版，最后他又说我要第1版。那你怎么做？我就是好险，我有把每个版本 keep 下来，所以他要第1版我直接拿给他 ，OK。问题是他就会一直变，一直变，一直变，变到最后跟原来一样，你会觉得这个时间就浪费了吗？你怎么调试这个心态？就觉得刚好，那我就多试几个样式，因为我也没办法100%保证我的版本1是最好的嘛。那刚好我试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版，那也同时验证好我原本想的是好的，那也 OK。这么正面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如果说他有兴趣想要成为 UX UI 的这个角色，你觉得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适合这个工作？他要能够挖掘问题，就是他看到一个东西，他可以知道问题在哪里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再来就是他要够乐观。你刚超乐观的，我无法，我完全没办法像你跟你一样那么厉害。但是我认为这真的是你的特质，因为大多数人没办法那么乐观，因为他一定会抱怨，然后一定会去不爽。我可以说为什么一定要乐观，是因为 UX UI 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在，你做的东西没有标准的，没有办法。那你要乐观的去接受这一些回馈，你可以让它再变得更好。所以你要能够从你这个版本再看出问题，然后你可以愿意接受这些批评。那你接受到批评，你可以再把它优化，又看到问题。我觉得就是基本能力，就是这个。你们要开个宗教？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。或许别人有不一样的看法，他可能需要什么知识背景，我不知道。但我觉得每个人要学都一定学得起来的。但我认为你这个才是经验的分享啊，因为你是用一个你做6年的经验，你遇到的遭遇，让你认为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他具备他在做这一件事情会比较快乐。我会觉得是啊，因为你一定会被批评啊，会觉得这个不好用。所以我们可以理解，就是乐观会是成为这个角色很重要的一个元素。我觉得很基本的能力。就是从事这一份职业的人好找工作吗？如果你对工作的要求很高的话，不好找。台湾的 UX UI 的工作的环境或者是要你做的事情都没有很理想，就他开的条件都非常的广。你是指薪资吗？不是薪资也没有很好啊，我觉得。OK， 对，但是他要做的工作也非常的模糊。就国外会比较好一点。国外好像都比较好，外商啊，或者是还是没有。我大概看国外的那些都写得很明确，要做什么很明确。但台湾的大部分就是会混在一起，然后你也没办法确保他们的 UX UI 文化是好的，所以你进去可能你的话语权也不高，那你是不是很多事情都是会白做，或是人家叫你做什么就做，你有没有办法去讨价还价？就是你没办法说什么才是对的，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是不要做的，你是没办法讲的。所以如果是定义你理想的好工作的话，我觉得有点难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不难找工作，因为毕竟大家现在都走向 App 的形式去呈现一些产品，所以一定会有这个人才的需求啦。你说需求很多，只是你要有认知是它不一定是一个理想的工作。我觉得在台湾来说，以我的想法来说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还好啦，如果够乐观应该就不是问题了。那薪资福利呢？我觉得年薪从低的60到120都有
60到120，你知道已经算很高了，真的吗？已经超过很多次。我们昨天录bartender，他说，你知道bartender是不是很光鲜亮眼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他的薪水38000到45000，不是要讲年薪吗？一样，他们没有年终哦，所以怎么样都达不到你60，而且刚刚讲的已经是有经验的哦。但你说60到120，对，有些主管一定可以做到，总监请的一定可以到破100啊。但其实，在台湾120算很少。对，就是 range 就是那么广，但大部分可能还是落在5、6、7、80，所以我就说不多啊，年薪水没有很好啊。我觉得想要做就做啊，不用考量那么多。我怕给他讲太多，他会局限他的想象。就是想要做，现在就直接立马去应征。但这还是一个薪资还 OK， 可以不算太差。如果当初他在考虑要写扣还是当设计师的话，我觉得写扣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如果喜欢这一集的话，还请帮忙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知道，或者是帮我们按赞或者订阅分享，然后或者是在我们留言处分享你对这一集的感想或心得。花了 fuck life， 看又有面对人生抉择时的勇气啦。那我们就下集见，拜拜。我们整理了一些我们周日在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 YouTube 社群的观众提问。观众想问你说，会 UI、UX 是不是可以跟你变得一样正？应该是有机会啦。他就好好运动啊，乐观一点就可以了。这样回答吗？这根本就太烂了，我超敷衍，超敷衍，烂爆啊！我都长这样，我也没办法啊，奇怪。这样可以，这么呛，我们都比较喜欢啊！我觉得天生漂亮嘛，不是，我就是长这样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有观众想知道你是不是单身，然后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类型？单身 ，OK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会运动的，然后非常有想法的。哪一种运动？哪一种运动都可以啊，爱运动，会健身。健身型的，不用太壮，但会健身。因为我会觉得会健身代表他非常有纪律。哦，对，有纪律的人，然后积极学习的人，然后不是大男人，越开越多条件。大男人跟前面完全不同，但你说有纪律还可以理解。当然就是很常叫你干嘛就干嘛，我说了算啊，不行啊。那个，如果说你有看这一集的话，好好的处理一下哦。就有观众想知道你会不会害怕 AI 取代你的工作？一开始听到大家都会害怕啦，但我觉得还好 ，AI 不会取代它 ，AI 终究是来辅助人的，所以你可以把它运用成是协助你工作，你就不会害怕被取代了。嗨，我是小欧，你的人生好伙伴。